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狗熊的一个上路啊，出装符文搭配啊，对方直接扫描哦，有针眼，我说他怎么拆那个眼？来线上，像狗熊的话也是，如果说那个黄昏与黎明的话啊，确实能更快的把伤害打出来，因为他那个被动嘛，被动的话要叠，那你释放技能在触发这个特效平内以后，它就可以多叠一层，就那一下平内可以多叠一层。我天，前期的一个数值啊，1打2能杀一个已经很强了，还拿到了1血。像对面这局可惜是个永恩啊，如果换一个自家换一个打野的话啊，是吧？对面的野区已经烂了。啊，5级，但对方也有大招啊，不好去越。前期哎，两个数值怪的一个互拼啊，其实很难分出高下。像刚刚那种情况啊，个盲僧赶过来，说实话是挺搞的啊，自己死了。而且现在上单的话也是带不灭啊，现在好多上单都是选择带不灭，带其他的话感觉收益不是很高，或者说是他们的对线强度啊，没有不灭那么来的那么有那个，除了极个别那种像格温啊，要把自己的输出打到极致，知道吧？大刀扑过来，躲开，盲僧过来抓一波，又抓不动，哎，又踢过来，这塔里面还敢踢？这瞎子就想要把这个狗熊给抓死了，是吧？对面这波预判还预判的很好啊，这边如果有打野过来帮忙解这波线就好了。哦，一个 Q 闪，太难了。
哦，他这里面的话是带了3个老板啊，像中单、打野还有射手啊，就3个大核。就镜还好了，镜还是可以当工具人用。但你像打野跟这个中单的话，真的就是大核，而且是偏中后期吧。怎么都得2件套吧，2件套也差不多中期了。对呀、你6分钟前你叫前期嘛，6分钟后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中期了。关键这局啊，对面的上单是个老黑，还不好打。先做个新之刚。这种打5，他是打5排的。5排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完全忽略段位的问题，因为5排一般都是高手开黑，或者说朋友之間开黑，跟主牌或者说单排啊什么的，就已经完全是不同性质了。狗熊就这样，还好这局玩了狗熊，强度够，不然都要炸了。想拿个一血塔，拿不到。永恩，这永恩大招过来拆个塔的。老黑在，吃一层新之刚，哎，赚了，永恩还能跑。对面估计也是那个谁啊，这个上单是高手被掰回来，大招都交不出来。对面好针对这个狗熊啊，巨针对。但整体来说，这局发条还是打得挺稳的。换一个也行。其实如果说单排的话，这位上单酒后哥他其实都不虚的啊，就是玩什么英雄打那个老黑、奎桑提，他都觉得 OK。但他现在主要是他在带老板，就是首先一个点嘛，粉丝嘛，给花了礼物，对吧？带他上分。那他就需要有一些的是吧？就怕奎桑提对面一直 counter 你，然后一直混着在边路，那你就会很难受。他这边的话已经开始有点要开始吸队友的血了。大招砸过来，还好发条大招拉到了，中一塔也直接收割掉。所以这局的话，发条还是不错的。如果发条也不行，这整局其实很难打。开 Q 往后拉，对面奎桑提疯了一样啊！打这么凶的吗？盲僧准备大脚板踢一脚啊！这永恩又过来接伤害，闪现上去能换吗？行，发条补上了输出。这个永恩，说实话看逗我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奎桑提啊，方圆10里内啊，必有一个盲僧。确实啊，这2个难兄难弟，真的是每天追着这个狗熊打，狩猎行动是吧？打一层新之刚，把兵线一清，其实打到底的话无所谓。但这边酒后哥想要打到底，大招可以追的，不怕，不用着急。大招都不用放，
这就是素质嘛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。好了，那黄昏与黎明做出来，那对面应该是对不了线了。你看，有了这个那个什么黄昏与黎明的话，它的被动叠的是非常的快的。所以其实三项和这个黄昏与黎明这个东西，你们自己去做选择吧。哪个手感好，你们就做哪个。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，你就做哪个，没必要说啊哪个强哪个弱，知道吧？有一些人他就喜欢慢慢的把输出打出来，而且喜欢更就是那种更能黏住对方，战斗的更久，是吧？或者怎样子。但有一些人他就喜欢把爆发给就是快速的打出来，把自己的伤害快速的打出来。这里要准备1打3了吗？队友，星之刚 A 一口咬掉一个，开个 Q 再过来。哎呀，这两个，哇，又勾一下，应该活不了了吧？哎，太难了。这队友还在那打字呢。其实刚刚没蓝了，要是有蓝的话，其实还真能打，因为 W 和 E 技能放不出来啊，只能开个 Q 最后。有 E 的话，有盾的话，其实还真能打的。应该先买个双生花，不要这么着急把这个大反甲给做出来。双生花收益更高一些，双抗嘛。两边又开始互搏了。有可能感觉就是做这个叫什么？做什么？黄昏与黎明的话，它的这个蓝量啊，其实很缺。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挺缺蓝的。这还不放大招吗？砸出来 ，A 一口秒一个。队友终于赶来了，进行了收割，真不容易呀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可以拿大龙了。打野不打蓝的，我发现，你没发现蓝 buff 基本没有，这把都是把蓝条打到没。只要你到后期会玩的打野的话，就是蓝 buff 几乎都是会拿到手。就其他野可以不用刷，但到了10分、11分钟以后，那个团战前的话，蓝红 buff 是一定要续上去的，这是群体 buff 啊，收益是。整队相当于你们5个人是吧？合在一起就是多一个大件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的话让赛恩去带，那个嘛，永恩去带，那永恩又不去。赛恩，对，不对，呸。是赛恩去带，上路赛恩，然后这边的话，狗熊直接正面给压力，兵线带不过来吗？这边必须得给大招了，完了被带进来了，队友不敢过来给压力的然后就是自己顶在前面，然后一直在我有点想笑了，难怪前面他就会说，就是说带老板，就是直播带老板挺累的。
我反倒不如他自己，就是说私底下打那种普通的单子，比如说传说局的单子呀这种，很爆炸。啊，这发条真不错。哎，这发条玩的是真的挺好的。对面瞎子真的是被玩弄了，还特地站在那里嘲讽一下对方是吧？不过说实话，对面魁桑提这个英雄素质是很高的。目前来说啊，首先一个点，对面魁桑提玩的其实很一般，也没有说特别强的那种，但他都可以跟这边是吧，拿着狗熊这种，他是这位绝猴哥，他是那种上单绝猴哥，他拿过很多这种上单英雄的那个第一啊那种的，所以他很多英雄他都理解的都挺深的。但有个点啊，魁桑提这英雄强也是有个限度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强归强，但他有个问题，他吃队友。他不像狗熊这些啊，就后期能无脑发育，像大虫子这种，那大虫子其实也是有点吃队友了。魁桑提整体来说，他不算是一个大核英雄，他属于那种机制，也是偏机制。一是有数值在，第二是他大招机制，这边闪现过来烫死，那好像可以尝试一波吗？哦，这边还在打，魁桑提闪现拉开了，这局发条很凶啊。那行。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